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6种高 GI 食物、高升糖指数食物，糖尿病患者要少吃的食物。升糖指数 GI 很多人都听说过，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以及减肥的健康人士，都会特别注意任何吃下肚子的升糖指数。那什么是升糖指数呢？简单的说，就像吃下肚后的食物造成血糖快速上升的，就是高升糖指数食物。一般 GI 大于70以上的就是高升糖食物。吃下肚后会造成血糖缓慢上升的，就是低升糖指数的食物。一般 GI 小于55以下的就是低升糖食物。为什么升糖指数那么重要呢？因为升糖指数会影响糖尿病患者或高血糖、饭后血糖的波动。饭后血糖控制得宜的话，将可以稳定血糖值，大大降低胰脏的负担，令相关的病情大幅的改善。近日看到一则新闻报道，哈尔滨一名男子因过度的嗜甜，先把奶茶、碳酸饮料当作白开水在喝，导致病情一直无法改善。近年来，右腿的肘部伤口久久的无法愈合，逐渐的溃烂恶化，最终只能够截肢来保命。如果这位糖友懂得什么东西可吃，什么东西不该吃，那么这种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常见的6种高升糖指数食物。这6种食物是血糖的杀手，如果你平时在吃的话，那就要小心注意你的血糖值了。第一个，燕麦片。大家听到可能会感觉有点惊讶，燕麦片无糖，营养价值高，膳食纤维含量丰富，又能带来饱腹感。许多糖友有吃燕麦可降低血糖的比例，但燕麦其实主食对于食物吃燕麦可降低血糖是错误的想法。那燕麦片是否可以让血糖上升的比较缓慢呢？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现在市面上的燕麦片有哪些。第一种是去壳后燕麦片种。燕麦片是用最传统的加工方式切片蒸熟，优点是增长指数较低，至55左右，还有较高的营养价值。第二种薄燕麦片。这种燕麦片与传统的燕麦片最大的差异就是颜色较白，且厚度较薄，加工程度较高，保留的营养价值较少，糊化的速度加快，淀粉酶与淀粉的接触面积变大，则冲泡热水或者是牛奶即可食用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即使薄燕麦片的升糖指数较高，有75左右。第三种是即食燕麦片，比速食的燕麦片的加工更精细，先用更高温的蒸汽加热使淀粉部分糊化，再切断，最后通过间隙较小的对滚膜碾成片。即食燕麦对燕麦天然结构破坏更大，在肺水中能够迅速的吸水膨胀，吸收消化很快，升糖指数超高，有83，白米饭不相上下，然后吃下去就等于吃完白饭下肚。而许多糖友一直以为燕麦奶很营养很健康，早餐时都要喝上一杯，配块面包吃，或者把燕麦奶当成是健康的饮料在喝，这样血糖是很难控的。第二种百叶豆腐。许多人吃卤味或者是火锅时就爱加百叶豆腐来吃，因为它吃起来口感绵密，比豆腐更好吃。而且很多人以为百叶豆腐多吃产品很健康，吃多了不会造成血糖上升，但它到底算不算豆腐呢？我们可以从百叶豆腐成分标志中看得出来，因为百叶豆腐是用大豆蛋白、大豆油、淀粉、蛋白粉制作而成，也就是说，百叶豆腐也是一种精致的加工食品，里面只含有一堆的油脂和淀粉，而且百叶豆腐制作时还有多孔膨胀的特性，来煮火锅或者是卤味的时候，会顺便的吸收汤汁中的油脂，让你无形中吃下更多的油脂和热量，吃多了只会造成你的血糖不受控制的上升。第三种，冬粉。很多人都认为吃冬粉比吃米饭还要健康，因为冬粉含有较高的膳食纤维，
从国外的研究资料里面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冬粉的升糖指数只有30左右，比起白米饭还要低很多。许多糖友想吃碗面时，又怕升糖指数热量太高，都会选择冬粉来吃。因冬粉有嚼劲，吃起来又有饱腹感。但知道冬粉是用什么做出来的吗？最好的冬粉是用绿豆制成的，但现在很多食品商都不用绿豆去做冬粉，而是改用马铃薯去做。马铃薯的升糖指数是危险的，就比吃白饭还要高很多。如果你知道用马铃薯去做的冬粉，血糖将会飙得比你吃白米饭还要高，这样你还敢吃吗？第4个就是红枣茶。说到红枣、枸杞茶，许多人都会想到可以清肝明目、补血养生等的好处，受到不少中老年人的喜爱。糖尿病人可以吃枸杞，因为枸杞富含多糖，可以促进胰岛细胞释放胰岛素，达到降低血糖的功能。但是红枣却不适合高血糖人食用，因为红枣的升糖指数高达103左右，偏高。就算你是喝无加糖的红枣枸杞茶，只要你吃超过4颗的红枣，就容易造成血糖波动。第5个就是薏仁。很多人都觉得适当的吃一些薏仁可以健脾祛湿、清热消肿等等，但是对于血糖较高的人却不适合经常的吃薏仁，主要是薏仁的升糖指数较高。正常熬煮的薏仁升糖指数在 80.7， 高压熬煮的薏仁升糖指数在 88.3， 烘焙的薏仁升糖指数则高达 128.2。 做成粥之后会特别的利于吸收，这样会使得人的血糖迅速的升高。第6，糯米食品。在生活中，糯米食品也经常被人当作主食来食用，但糯米中 98% 以上的淀粉都是支链淀粉，由于这种淀粉分支状结构较多，更松散，容易吸收水分，与体内的淀粉酶接触面积更大，能被较快的分解，消化速度快，因此升血糖的能力较高。糯米的升糖指数达87，妥妥的高升糖指数食物。糯米粉制品比糯米粒制品的升糖指数速度更快。由糯米制成的粽子的升糖指数为87，年糕的升糖指数为125。如果糖尿病患者在食用粽子的时候，建议食用放凉的粽子，而不要吃热气腾腾的刚煮好的粽子，因为粽子中的淀粉在加热的过程中会有糊化的现象，变得更适宜人体吸收。而放凉之后的粽子，其中的淀粉在冷却过程中会生成抗性淀粉，变得不易吸收，有助于控制血糖。但是冷粽子只适合肠胃功能正常的人，如果肠胃较弱，还是少吃一点粽子吧。糖尿病患者吃糯米或者及其制品，如粽子、年糕、糯米饭、八宝饭等，解馋就好，不要多吃。食用糯米制品后，一定要增加餐后的运动量，把升高的血糖给降下来。除了要养成良好的饮食观念以外，平时也要培养好自己的运动习惯，加上遵循医师的指示，定时的服用药物控制，将会让你的血糖控得比任何人都还要好。俗话说，求人不如求己，只有自己管理好自己的血糖值才是最重要的。当你的血糖偏高时，你就应该要彻底的了解这个疾病，并从现在开始立刻的下定决心去改善它。只要你有做出任何的重大改善，永远是为时不晚，也可以让你远离糖尿病并发症的风险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